鄭麗文這次沒有訪問到大咖，這不是他的錯，反而我們必須說，這是他把守了他的原則，僑界大爆滿。可是不是鄭麗文的功勞，是賴清德的功勞。因為美國只要不是深綠的真的是快抓狂了，對民進黨快抓狂了。所以他們其實今天看到鄭麗文來就跟看到媽祖狗突然形象顯現，大家就來奇遇。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歷史哥好，各位網友大家早。鄭主席回來了，綠營是發動全力在罵鄭麗文那你怎麼看这個事呢？尤其是他們一直攻擊說成績很低啊，你不敢講就代表說什麼？代表沒有啊？我覺得我們在對外的時候，我一直有個信念，我們在國內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大家各自表述，然後各個政黨彼此之間有競爭，我覺得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對外的时候，我會覺得怎麼樣爭取國家最大的利益，這個是重中之重。因此，我一直看民進黨在做一件事情，其實我是非常不以為然。就是說，如果有其他的政黨的人到國外去的時候，对，他們就會開始鋪天蓋地的攻擊，各式各樣的穿小鞋。那其實這個我心裡非常有數，也不僅僅是說上一次去美國了，我上次去日本，其實民進黨他們的做法也是一模一樣，各式各樣的方式想辦法去羞辱你。那但是我覺得他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其實是不是沒有想到說，其實他們也在傷害對方的友人，是以及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我上次去美國的時候，我還記得我应該是在芝加哥要轉機回來的時候，我那時候還在機場寫了一篇臉書文，感慨其實非常非常的深甚至我上次去的時候，有人說我是不是去紐約去麥當勞逛一逛以後就回來，大概連這樣子的話啦，其實都可以說得出來。是，那其實大家真的認真的想一想，我們目前台灣國家的處境，你會很清楚的發現是說，對面中國大陸，對，另外一邊美國，這兩大強權他們在競爭的時候，其實是有鬥爭、有競爭，也有合作，對，也有對話。那台灣夾在這中間，其實常常會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有的時候一個聰明的國家領導人，我會認為說，他不僅要團結自己的國人，有的時候呢，他還要能夠善用在野黨，不是特定的個人或是政黨，而是善用在野黨的力量、在野黨的聲音，幫我們自己去爭取更大的談判空間，這才是一個比較聰明的做法。對。那但是呢，民進黨過去這幾年，大概他們也花了非常多的資源他們想要，不管是在面對其他國家的議員、官員，或甚至是媒體的時候，他們想要去爭奪他們對於所有事情的詮釋權，那就會讓我覺得目光真的太淺了。為了自己政黨，或者是賴清德個人短期的利益，其實不惜犧牲我們自己國家長期的利益，這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鄭主席他去完中國大陸見了習近平主席以後，那他又去美國那一邊那基本上我從旁邊看他應該是希望說對中對美兩邊都處於一個可以溝通，那可以表達不管是他自己或者是中國國民黨的立場能夠面對面直接溝通，我覺得總是好事啦那只是我有的時候看我們自家媒體，所謂自家媒體就是說我們國內自己的媒體在報道我們比較多的重要的政治人物或者是要選總統的人去美國的時候，是都會把它形容成說要去美國接受面試被考試然後要去回應一些質疑，但是我對於這樣的報道的用字遣詞跟取向，我一直不是那麼認同因為如果我們尊重我們自己的人民，尊重我們自己的主權，尊重我們自己的國歌那就沒有誰接受誰面試或是考試的問題，那也沒有誰要跟誰解釋的問題那大家就是如果真的台美關係如同民進黨所講的我們是民主同盟關係堅若磐石的話，
那我們大家就在共同的價值上面把話說清楚，一樣一樣的把它說清楚，而不是說我們必須要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後去迎合其他國家他們的想法或者是他們的利益。譬如說，川普總統常常說台灣偷走了美國的晶片，台灣偷走了台積電。那其實對於這樣子的說法，我也公開的駁斥過，對，非常多次。因為你如果講一次的話，可能第一次大家會覺得說啊，可能是不是你幕僚沒有給你準備正確的資訊？對，那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講，那他其實因為川普總統他的喇叭是特別大聲啦，因為美國總統啦，宇宙網紅，美國總統一發話，那不僅僅是影響美國國內，整個國際社會大家都會聽到。那但問題是說，現實上面台積電是我們台灣多少代的努力，多少年輕的工程師爆肝長期的工作，一代一代累積出來的成就。那甚至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們用國家的資本，傾全國之力，然後來去扶植這樣子的一個產業。對，那到今天有這樣子的成就，那這個應該是我們大家共同的驕傲。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完全看不到我們到底做了什麼偷雞摸狗的事情，竟然要用偷這個字，來加以形容。那我相信，如果一般的美國民眾，他們如果能夠了解整個台積電發跡，我們怎麼樣逐步的累積上來的過程，應該也不會同意川普總統這樣子的說法。那總而言之，回到最根本的一條線就每一個國家，為了自己國家去爭取最大的國家利益，我覺得這個是無可厚非。是，那但是國家跟國家彼此之間要在合作的時候，那就不要再落入以前那種叢林法則，就是大欺小。特別是如果我們是這麼強調跟美國所謂民主同盟的價值的話，那我們大家就在價值的平台上面，那好好的去討論。那但是其實我們如果仔細的觀察川普總統他從第二任上任以來很多的表現，你其實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來，我很少聽到川普在談價值啦，大概都是在談價格啦。真的，這個是國際社會的現實，我們都了解。那正是因為都了解，所以我才一直在想說，其實我們自己可不可以團結一點？對，就是對外大家就一致的爭取我們國家最大的利益，不要連在對外的時候還要在背後插人家穿小鞋。我覺得這個其實不是那麼好的事情。民進黨老愛請了大家，對內競爭，對外團結。可是我發現民進黨現在犯了一個很嚴重的狀況，就是他們的心思都在政治鬥爭上。尤其賴清德總統上來之後，他的這個鬥爭的強度是前所未見。是，別的不說，就民眾黨創黨主席柯主席，我的天哪，這最大受害者之一。是。你怎麼看這一次的這個訪問？僑界大爆滿，我被僑界很多人邀啦，因為我就在舊金山嘛，然後叫我參加嘛。可是我當天因為學校上課啦，僑界都大爆滿，這個我必須說實話。可是我要講這個大爆滿不是鄭麗文的功勞啊，是賴清德的功勞。怎麼說呢？因為美國只要不是深綠的真的是快抓狂了，對民進黨快抓狂了。所以他們其實今天看到鄭麗文來就跟看到媽祖婆很久沒下雨了，然後媽祖婆突然這個形象顯現，大家就來祈雨。賴桑也進不了美國賴桑進不了美國，那當然是進不了美國啊。那他很糗啦，他就是一下在關島一下在夏威夷，是台灣歷史上總統最憋的一個。馬英九是當選後1、2個月就出訪了對，而且不是紐約就是洛杉磯阿扁還到德州，對不對？當然賴清德可以申請我的哈佛母校9個月的那個公共衛生，我去那裡可不可以去一下，對不對？要不然的話，至少跟蔡英文一樣跑去倫敦政經學院借個廁所，然後順便搞了幾個台灣的這個大內宣，然後關起門來不准外界人參觀，然後說你看母校邀請我演講。好，那現在講到就是說，這是另外政界的部分，他當然見不到啊。你要想想看。以前政界高層要見台灣這些人，都是有求於他的時候啊。現在根本沒有求於他，而且鄭麗文是最跛腳、最弱勢的
黨主席啦，然後說台灣在野黨國民黨的黨主席他的調停訴求哦，讓美國呢沒有感覺或者不為所動哈。為什麼？因為他試着要跟大家講說，哦，我們希望呢這個海峽兩岸之間哦能夠和平啊，然後在這個要把這個第一島鏈變成是一個和平的島鏈。問題是這跟川普的政策就完全不一樣啊，對不對？川普只有在訪中見到習近平那一剎那談和平。一離開以後就完全沒有在談和平這件事，所以他的這個說法跟美國的主流的共和黨的思維是不一樣的。但是他講的有沒有錯呢？他講的當然沒有錯啊，就是說，因為他鄭麗文講的東西是站在台灣老百姓的立場啊，我幹嘛要跟 Zelensky 一樣去讓自己跑到美國白宮去說，來那個中南海和戲，對不對？好，你趕快賣軍武器給我們加碼。對不對？我們要什麼什麼武器？開個清單。如果鄭麗文去是這個目的，那白宮一定開大門的了。所以鄭麗文這次沒有訪問到大咖，這不是他的錯，反而我們必須說，這是他把守了他的原則。沒有把台灣當成是一個籌碼，隨隨便便就拿去賣。那美方呢，其實也蠻故意的，在鄭麗文出訪還沒有回來之前就放消息，重點在放消息，說要讓韓國瑜訪美。所以鄭麗文在這方面是被架空的。不過話說回來哦，其實這一次這美方也是很有意思啊。我不用美媒放，我用新加坡媒體放。好，先來第一個嘛，而且用了 naive 這個詞彙挺精髓的啊，因為大家也知道，這個曾經在大陸的領導人裡面呢，江澤民先生曾經在對香港媒體的時候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已經成為一個媒體的經典永和橋段了。那畢竟還 too young。明白這意思吧？就 too simple 啊 ，sometimes naive。所以我不知道美國人知不知道這一段啊，應該是知道。好，有他講了很多笑話，江澤民講了很多笑話，是的，有的很好笑。對，因為他英文本身不錯嘛，他還會講俄語啊，他講很多種語言嘛，他本身算是這個很喜歡講外語的一個中國領導人。而且他個性很外放，蠻可愛的。他這個個性，常講一些那種就很就是不是那種很謹言慎行那種，對，看起來這個望之儼然的那種大陸官員啊。朋友，你覺得為什麼特別要用天真這個詞彙來形容？我覺得這個詞彙其實挺精髓的，因為它代表了某個樣子，就是在美國人眼裡的鄭麗文某個樣子。那我先這個講我的觀察一個點，就是鄭主席自己也提到，在舊金山橋宴的時候，他就講到，如果沒有見習近平，他確實是個這個陽春黨主席。這麼說好了。他現在有了一些政治上的資本，但是呢，卻還沒有在政治上攢夠成本，所以目前感覺起來，他的這個實力還沒有豐滿啊。那當然，他這一次去美國，他有多次的說明，他不會去參選2028嘛。當然，綠媒是一直放他這個，但是整體來講，我覺得還是反映的一個形勢啊，就是因為鄭麗文的選上，其實對於台灣政壇來講是一個很突然的事件。但是從一個歷史的大長河來看，鄭麗文這種人的出現並沒有太大的意外，只是他不知道報在哪個點上而已。所以彭彬怎麼觀察？鄭麗文最大的敗筆，我還要再講一遍，就是沒有看正經關不了。其實啊，我們在美國的這些台僑哦，這些華僑哦，他們各自臥虎藏龍啊。我在節目中講的時候，底下還有一些這個正粉在罵我說，人家國民黨沒錢吶，我告訴你哦，這些人完全不需要錢吶。你甚至鄭麗文你要會做人一點哦，你走一趟美國回來哦，國民黨5年之內的經費都有了啦。而且我必須說的是說，鄭麗文這一次見不到大咖，這是必然的，因為你知道那個民進黨他們在這邊的海外下了多少的毒啊？是，連我這種不是咖的人哦，我都被僑委會通知台灣海外這些僑界說我是境外敵對勢力名單的。太誇張！我是境外敵對勢力，我有這麼大嗎？我敵對誰啊？還有我在去年的4月1號愚人節，我應加拿大4個國會議員聯名邀請去加拿大演講。對，我痛斥台灣的人權。我在那場演講中，我幫柯文哲、幫高虹安，還有講到童仲彥，我把這些人一連串被迫害的情況一一講出來。那個加拿大的國會議員，那個聽了下巴都掉下來。他們不知道台灣的人權這麼糟糕。就你知道嗎？我在那邊2場演講，主辦的邀我的這4個加拿大的聯邦參議員受到多少壓力？打電話叫不要宣傳，叫他能不能取消？主辦的那個
參議員跟我說，他說我理都懶得理他，然後他沒有多講話，他就一直搖頭。他說台灣怎麼會這樣子？連一個小老百姓手無寸鐵的一個大學教授要去演講，他們都會用盡各種的國家資源去堵你。那鄭麗文不用講了嘛，對不對？他們沒有派人在那個高速公路上去撞鄭麗文已經不錯了。我跟你講，台灣這一幫子惡官啊，做盡壞事，喪盡天良。是，這是非常糟糕，真的非常糟糕。因為僑委會這件事情，他上次還被徐小新抓到，就是他們拿錢去給獨派嘛，然後拿錢去給常幹的事啊。然後你僑委會連一點 logo 你都不敢露出，一張中華民國國旗你都不敢露出，為了討好這些獨胞，囂張跋扈。不點都不帶演的，所以其實這一次這個訪美也是一樣意思嘛。這一些民進黨的政府機器毫不掩飾的用他們的各種資源、各項的方式去攻擊，而且創造一種輿論感。但是因為不斷的阻撓，對。但是因為說整個全球大事，還有川普的一些態度的一些調轉嘛，雖然他回了華府，可能很多事又忘了，但有些事情他肯定不會忘嘛。歷史哥，是我甚至懷疑有些抗議的人根本就是民進黨派人的。肯定是的嘛。這幾天我的翠被幹掉之後，馬上開始又在做說，你拜說大律你道歉了沒有？你賠償沒有？三審勝訴了，現在退回更一審，你怎麼不講？一審我大勝，綠媒沒有一個辦，資質無聲。二審我敗訴，還沒拿到判決書，我律師也沒拿到判決書，自由時報獨家當天8九修理我。那接下來對美方在台灣的話，因為我看方恩格還是這樣講，他說反正美國人就希望民進黨繼續執政。那這個會有改變嗎？還是說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出現？還是確實這個會有一些這個調整？這個問題就出在哪裡？國民黨的對美關係做太差。那當然了，換個角度來看，因為民進黨執政從蔡英文到賴清德非常配合美國，可是我話講回來了，你民進黨會下毒，你國民黨不會嗎？民進黨最大的罩門在哪裡？在他們跟左派走太近，不管是意識形態，一直到他們做的每件事情啊，你就去給他放毒啊，你就去美國國務院啊，那個像我做了一大堆節目，做成英文的只是可能沒有人拿去國務院。我就在講，民進黨完全偏離了台灣，也完全跟川普的政策對着幹，對不對？川普討厭誰，他們就邀請誰，對不對？賴清德跑到關島去，跑到夏威夷，還去跟川普最討厭的。當場在那個演講裡面講，那 B 沒有講完，那個底下台下的人每個人都就跟着把那個單字什麼 BI 什麼開頭的那個單字給念下去。川普這麼討厭的一個人，結果賴清德跑去夏威夷還特別通個電話，是怎樣啊？所以你知道，我猜是有些人給賴清德穿小鞋，就幹了一些跟川普很不合的事情。那今天國民黨真的要做工作，應該去把這些東西挑出來看啊，對，你會黑我，我也會黑你啊。所以國民黨的對美政策做的真的是等於是我不能說做的不好，根本就沒有在做啊。所以你要先讓僑界對你有信心，你不要直接去看1000多個人，你覺得很爽。我告訴你，這1000多個人其實就是想要拉下民進黨，他不是對你國民党效忠啊，是對民進黨非常的生氣啊。是，所以這個東西不足以凝聚你個人的影響力。那國民黨在海外政策要有影響力，包括我說句真的，2028你們怎麼跟賴清德比嘛？人家手上有軍購，人家手上有錢，人家手上買智庫，你們什麼都不做。韓國瑜有對美關係嗎？我聽都沒聽過。盧秀燕有對美關係嗎？我聽都沒聽過，對不對？蔣萬安有對美關係嗎？我聽都沒聽過。所以這些人沒有去掌握這些東西的，而且這些人我覺得一個比一個驕傲，就是也不聽一下，這個相關的聲音啊，也不看一下，就是不同的思維啊。那你2028怎麼跟人家玩呢？賴清德一手的爛牌，可是怎麼樣呢？他是莊家，發牌權在他手裡結果呢，你們一點辦法都沒有啊。我想這還是很重要了，就是要好好的把這個對美工作要做到實處去，不能只是放煙火式的。